婚发罪奴，价高者得。这个我要了。这批可是侵犯家眷，听说原先都是贵人。涂娇，你愣着干嘛？再耽搁手脚利索的仆妇全被抢光了。大嫂，你看那个如何？我的乖乖，不行不行！你看他那身板，饭量顶2个壮劳力。我刚听牙人说，他还生着重病，日日汤药不断，纯粹是个无底洞。是啊，涂娇，你带着小满过活本就拮据，买个拖累回去图什么？长得好看能当饭吃？太对我胃口了，钱可以再挣，极品美男错过了可就没了。饭能省着吃，钱能慢慢挣，区区一个拖累，我还养得起。这个人我要了。姑娘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叛党家奴，病得快死了，不退不换。填点清楚，人我现在就领走。这眼神绝非寻常奴婢所有，可不管了，你跟我走。好狗，好狗。姐，不是说去买个洗衣做饭的仆妇吗？怎么买了个男人回来？给你买了个姐夫，长得俊吧？愣着干什么？过来搭把手，他烧的站不住了。姐，祖宗啊！你可千万别烧出个好歹！我花光积蓄买的颜值担当，要是成残次品可就亏大了。小满，你去看过街口的铺子，我来照顾他。哎。救人要钱，不是耍流氓。龙纹，这纹身规格也太高了吧！捡到宝了，还是惹上大祸了？你是何人派来的刺客？竟敢私自掳走姑！姑这个自称，除了皇室储君，谁敢用？我一时色迷心窍，掏光家底买回来的男人，竟然是本朝的前太子，那个据说早已葬身火海的萧环。此处是何地？你是谁的人？我的老天爷啊！我就是贪图一副好皮囊，掏光家底买个男人解味，怎么直接把前太子捡回家了？这下完了，我藏亲房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我这条小命，怕是要交代在你身上了。市井女子也敢私藏朝廷重犯？我哪知道你是太子啊！我要是知道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买啊！我问你，如今是不是楚王把持朝政，到处搜捕太子余孽？我要是把你交上去，他一高兴，会不会赏我1万两黄金，再把我全家8抬大轿送出城？1万两黄金，碎尸万段还差不多。如今朝野上下都认定我是谋逆叛党，楚王恨不得将我挫骨扬灰。你私藏我，只会被视为我的同谋，一同出战。合着我现在是进退两难，报官要被当成同党处死，藏着你被查出来也是个死。我这是花钱给自己买了个催命符啊！我图什么呀我？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从你在人世买下我的那一刻起，就脱不了干系。
来不及了，人事有登记，藏，官府迟早会搜查，左右都是死。等等，前太子萧环，本是名正言顺的储君，若他能翻盘，我就是从龙之功，破天的富贵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风险投资我最擅长了。左右都是死，那我就赌一把。殿下，我帮你重新夺脱权势，洗刷冤屈，登上皇位。就凭你一个市井里讨生活的普通女子，也敢妄言助我登基？你可别小瞧人，我可是顶级羽客，牵线搭桥，盘活资源，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帮你洗刷罪名，登上皇位，不过是手拿把掐的小事。搜查太子叛党余孽，速速开门！再不开门，别破门而入了！别出声，官差找上门了。站住，开门！没用的，我心口的龙纹根本藏不住，一旦被他们看见，你我今日必死无疑。最后一次警告，再不开门，格杀勿论！有了。开门！开门！官府搜查，再不开门，直接冲进去了。别动，等着我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怎能如此不知廉耻？再说，区区民间脂粉，岂能盖不住皇室龙纹？闭嘴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讲这些？想活命就别乱动！里面的人磨磨蹭蹭干什么？再不开门，休怪我不客气了！来了来了，官爷稍等，民妇正在更衣。竟真的遮住了。保密秘方，回头再说。等下你什么都别说，就装成病重的痨病鬼，咳两声就行。听明白了吗？怎么半天才门？莫不是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官爷恕罪，民妇家仆卧病在床，方才正给他喂药，这才耽搁了片刻。哼！床上躺的是什么人？如实回话，若有半句隐瞒，一并带回大牢审问。回官爷，这人是民妇早前在人世买回来的仆奴，谁知道竟是个痨病鬼，白花了我20多两银子，整日躺在床上吃药，一点活都干不了，这不是故意骗钱吗？官爷可要给民妇做主，我要退钱退人。人货两低，哪有找官府退钱的道理？少在这哭天抢地的，小心把你也拘进去，当成太子余孽一发发卖了。近日盯紧门户，但凡收留叛党余孽，满门抄斩，听清楚了？是，民妇记住了。民妇哪敢收留叛党啊？这病秧子我都嫌晦气，等他好些了，我就转手卖出去。最近查的严，少惹事。哎，官爷慢走。没想到已经真的应付过去了。不然呢？等着被你连累砍头啊！今天这事儿就是个警钟，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。想要图谋大事，必须有钱，招兵买马，打点人脉，搜集情报，哪一样都离不开银子。你当太子的时候，有没有偷偷存个金库、银库什么的，或者埋在哪个秘密地点的私房钱？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我堂堂一国太子，日常用度皆有内务府供应，何须私存银钱？也就是说，你现在1文钱都拿不出来？
合着我不仅要窝藏你这个侵犯，担着砍头的风险，还要出钱养你，连启动资金都得我自己出。乡间牵线打桥能赚多少银两？靠你那算不上钱的几两银子。你可别小瞧仙客行当，我的路子灵活得很。农户大批量腌好咸菜找不到销路，我出面统一收拢，再对接整条乡镇的酒楼，每一批货我从中抽成，一趟下来净赚几十两。山里农户采的野生菌菇，城里商铺又急需干货配菜，我居中牵线撮合交易，一批货转手就能赚上100两差价，积少成多，不出半年便能攒下上万两积蓄。胡椒妹子在家吗？上月帮农户对接全镇酒楼供货的抽成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你看我有没有钱？这般潦草扭曲的字，跟孩童初学涂鸦别无二产。亏你还认认真真写一整章，旁人怕是都认不出你只写的什么营生计划。自丑不妨碍我赚钱，有本事你出钱出力，不然少取笑我的谋划。各家各户听好，官府要清查罪奴，但凡家中买卖过奴籍的，明日一早务备备好奴婢远籍文书，我逐户上门核对。完蛋，你有远籍文书吗？你当初发卖时的户籍文书可有问题？问题很大，我是假死之后混入罪奴队伍的。当初衙人只为赚银子，随便伪造了份户籍糊弄官差，那份文书漏洞百出，根本经不住核验。到时候不仅我暴露，你也会定私藏侵犯的罪，我们都活不了。可有补救办法？能不能找人花钱修改县衙的存档？户籍是国之根本，专人看管，层层造册，岂是随意能改的？便是我为太子时，也无权干涉。咱们这回怕是在劫难逃了。生命等死，不行，连夜跑更不行。城外关卡重重，跑不出10里。你想到办法了？档案是官府定的，你一介民女怎么改？谁说我要改官府的档案？我不改档案，我靠阉客的门路，层层搭桥。后里村的李叔儿子前阵子没了，正想过继个儿子顶门户。他要儿子，你要身份，这是第一层桥。有了身份，我们去找卖你的衙人，他卖来路不明的人本就是死罪，拿这个拿捏他重做文书，这是第2层桥。村里证明加衙行官印2项印证，3层桥搭完，你的身份就彻底洗白了。竟能想到这般法子，这算什么？资源整合而已。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，必须立刻行动。小满，这事关乎我们全家的性命，你听好了，你连夜赶去后里村，把银子给李叔，说我们给他养老送终，拿着信物，天亮前必须拿到他按手印的过继文书和村里的证明。姐，我明白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亲自去县城会会那个衙人，你在家等着，哪儿也别去。谁呀？大半夜的！就是想请先生帮个小忙，重做一份文书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卖来路不明的人当罪奴，这事儿要是捅到官府，你这脑袋还想留在脖子上吗？我也不逼你，帮我重做一份天衣无缝的文书，盖好衙行的印，这银子就是你的，不然明天官府查下来，你我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姐，办妥了，李叔按了手印，村里也开了证明。胡椒，在家吗？昨日传话你听见了吧？速速把你买的罪奴的原籍发卖文书拿出来，官爷要逐户核对。放心。文书签押齐全，体貌记号却对不上。涂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私自改罪奴体貌，是何居心？莫不是窝藏了朝廷侵犯？你可知这是株连9族的大罪？两位官爷息怒，民妇万万不敢欺瞒朝廷。实在是这罪奴生的周正，民妇是买来留作夫婿的。
他那眉间的黑痣实在有碍专官，民妇瞧着不舒服，便找了城西的刘婆给他点掉了。这事儿整个城郊都知道，官爷要是不信，派人一问便知真假。算你巧舌如簧，下次体貌病干，记得去县衙报备，再敢私改，仔细你的皮。是，民妇记下了。劳烦两位官爷大太阳天跑这一趟，天热，一点薄银给二位买杯粗茶解渴。相公，怎么不愿意？还是说太子殿下想让我刚才跟官爷说，你其实是楚王通缉的要犯？不过是侥幸过关，一次户籍实证便险些暴露。你仅凭这点小聪明，又如何与手握半朝权柄的楚王抗衡？你说的对，这次确实凶险，根源是我们情报短缺，全程被动，只能见招拆招。要是能提前知道官府要验户籍，我们何至于这么狼狈？朝堂核心机密，岂是市井之徒能探听到的？你说的那些街头巷尾的闲谈，全是没用的废话，纯白费功夫。那是你不懂一个顶级英格搜集信息的能力。殿下，记住一句话：最不起眼的人，往往最容易被忽略，也最能听到真话。想满足小狗，还想回吧。姑娘，急报！看看吧，你的死对头有动静了。孟良调兵，楚王素来谨慎，绝不会无故调动城防军，定然是找到东宫旧党的踪迹了。不止，你看这个，清溪山最近多了不少生面孔，全是黑衣佩刀，扮成猎户樵夫。线人说，这些人走路带风，绝不是普通山民。两边消息一对，肯定是有人藏在清溪山，被楚王的人盯上了。怎么样，我这情报网还入得了太子殿下的法眼吗？情报网铺开了，光听消息不赚钱，太浪费了。再过半月，南方生丝大量上市，产量一高，价格肯定跌。可北方几州蚕桑遭了灾，生丝缺得信恨，价格一直下不来。我打算立刻做一单南丝北运的基建生意，我们不出本金，就负责牵线，让南边丝商和北边制造厂直接对接，从中抽30%佣金就行。就凭这些市井小贩传的零碎消息，你就敢判行情？太草率了！商场如战场，瞬息万变。行情哪有10成10稳的？我们做阉割的，赚的就是信息差的钱。行，既然殿下不信，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要是我赚了，殿下以后就少对我说几句风凉话；要是我赔了，我就亲自备马送殿下出城，从此分道扬镳，我绝不拖累你半分。我岂是会让女子替我顶罪的人？涂姑娘，南丝北运的抽成全在这儿了。南方生丝按时上市，价格比月初跌了3成，北边制造坊抢着要，价格涨了快4成。我这第一笔佣金分文不少，全到账了。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不过是凑巧赶上行情好，算不得什么真本事。死鸭子嘴硬。李经商确实有天赋，这精通商会才1个月就有了名气。但说到底，这些都是商贾营生，在真正的朝堂权柄面前不堪一击。要翻案，要扳倒楚王，只靠银子没用。他一句话就能让你的商会万劫不复。殿下这话错了，我们耶格的生意表面是卖货，骨子里是靠消息生钱。自古权钱不分家，我能把消息变成银子，自然也能把消息
换成拳。哦，我倒想听听怎么个换法。你看这里，沙平县的张县令，他儿子半个月后要娶新御史的女儿，而这位御史是吏部侍郎的心腹门生。官场联姻而已，平常事。这可不是平常事。这位张县令政绩年年优等，为官清廉，就是朝中媒人，一直升不上去。现在他搭上了吏部侍郎的线，你说会发生什么？小满，立刻备1万两白银、2张田契、3件古玉，以金通商会贺喜的名义送到沙潘县张府去，一定要让张县令感受到我们的诚意。好嘞。这么重的礼，你这简直是豪赌！殿下别急，等着看就是。东家，大喜啊！吏部的公文下来了，沙盘县的张知县连升3级，直接调任户部主事了。知道他一定会连升3级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早就查到，户部侍郎早就看原来的主事不顺眼了，想换自己人很久了。张县令这桩婚事正好给了他换人的由头，我们送的这份厚礼就是他往上走的敲门砖。姑娘，京里来的急报。殿下，请看。是我小看了岁雨经拟手，竟能断朝堂举事，预判官员升迁。这份本事，朝中许多自诩高明的谋臣也远不及你。殿下言重了，我可受不起这么大的礼。以前做中介营生，搜集分析消息不过是老本行，现在啊，我们算是正式的合伙人了。你久在东宫，熟悉朝里派系和官员旧闻，以后朝堂消息你把关，市井消息我来跑，我们配合，定能事半功倍。你说的对，但要翻案，只靠银子和消息还不够，必须有东宫旧部出来作证。我被构陷后，东宫123个属臣被害，只有10几个人逃出来，其中我的侍读苏文渊是最关键的人。苏文渊，他管着东宫的耳目，做事缜密，早就防着楚王了。谋反案发得太突然，楚王肯定在全天下搜他，要杀人灭口。殿下说的可是被楚王密探围在清溪山的苏文渊？他藏在清溪山的孤村里。没错，现在至少20个楚王的黑衣密探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。最新消息，苏先生旧伤烂了，粮食也断了，只能挖野菜吃，恐怕撑不了几天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立刻进山接应。苏文渊不能死，他是我们翻案唯一的希望。不行，我等不了了。苏文渊在山里生死未卜，我必须亲自带人进山。盲目上山就是自投罗网，绝对不行。楚王的密探把进山的路都卡满了，就等着东宫救人去救人。你一露面，我们所有人都得玩完。苏文渊对我忠心耿耿，拿着关键证据，我怎么能看着他死在山里？你现在是见光死的身份，还想硬闯？救人靠脑子，不是靠蛮力。我找3个常进山采药的妇人扮成挖药的，远远盯着塔点换班的时间，再找2个猎户带弓箭藏在林子里，随时策应，出了事能接应。这条山涧小路是采药人踩出来的，密探肯定不知道，没设防。我们后半夜趁他们换挡最累的时候上山，接了人原路返回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计划是好计划，但是山里密探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下手狠，你亲自去太危险了。我不去，别人摸不准分寸，反而容易坏事。放心，我惜命的很，不会硬来。等我把苏先生平安接回来，我们才算真的握着扳倒楚王的第1张王牌。但凡有一点不对，立刻往回跑，别硬撑。记住，你的安危一样重要。怎么，舍不得我啊？胡说！本太子才不会搞什么儿女情长，我是怕你死了，没人帮我筹谋翻盘。知道了，我的太子殿下。张婶儿，李猎户，准备东西，后半夜进山。守了整整3天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那苏文玉说不定早饿死在山里了，让兄弟们在这喝西北风。少废话，孟大人有令，
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出了岔子，你我脑袋都不保。姑娘，前面就是古村了，村口4个密探守着，日夜换班，盯得紧得很。等，等下一班换岗，他们交接的时候注意力最散，我们再摸进去。进去别说话，找到人立刻走，半分都不能多待。就是现在，走。还活着，撤！什么人？你们2个背着苏先生往西小路走，快！姑娘，那你怎么办？太危险了！别废话，救人要紧，再晚都走不了。人在东边，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他娘的跑哪儿去了？给我搜！人救回来了。伤成这样，小满，快去请王大夫来！哎，这就去。旧伤加上山里没药，伤口烂了引发高热，命保住了，养养就好。殿下，臣无能，没能保住东宫。别说这些，活着就好。苏先生，我给你介绍，所有计划都是涂姑娘一手制定的。这次救你，也是她冒死进的山。我们能有今天，全靠她。太子殿下竟将翻盘大事托付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女子，一个倭寇。当日楚王构陷殿下谋反，给的罪名是伪造调令，私调东城禁军。能证明殿下清白的，只有当年那份兵部调令手札。他反咬一口，说殿下的调令上是谋反显示，可楚王谋反，太子调兵护驾。事发太急，原版调令被他烧了，死无对证。原版是烧了，可未必没有副本。苏先生，看看这个。这个管调令登记的周侍郎是楚王的人没错，但他这个人最是谨慎，最爱惜羽毛。这么大的掉脑袋的事儿，他怕事后楚王卸磨杀驴，让他跟着调令一起死，肯定会偷偷留一手。你是说他手里有调令副本？10有8九。他贪财惜命，最看重家族传承，拿住他的软肋，拿副本不是难事。周静是楚王的心腹，平时府里守卫森严，我们怎么接近？就算接近了，他跟着楚王这么久，怎么可能轻易背叛？不急，机会总会有的。现在有件比拿副本更要紧的事儿。除了苏先生，我查到还有12个东宫旧毒藏在京城周边，他们现在都像惊弓之鸟，再不想办法转移，迟早被楚王的人找到灭口。难，楚王在京城4个门都布了天罗地网，一层一层查，东宫的人都有画像，目标太大，想悄无声息运出城比登天还难。是啊，就算侥幸出了城，各个招县的官大多依附楚王，认出来直接抓去领赏，根本没地方躲。姐，我们帮楼兰人代卖的葡萄酒卖疯了，那些官老爷抢着要，现在全卖光了。楼兰使团的人正往我们这儿来呢，说要当面谢谢你。小满，快去把人请到偏厅上最好的茶，引他们走侧廊，别往书房这边来。好嘞。涂会长，多谢您从中牵线搭桥，我楼兰积压许久的葡萄酒才能在中原卖出如此高价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。不过是顺手居间搭线，算不上什么大事。礼物我就不收了，贵国的货物能打开销肉，对我们精通商会也是好事，互利共赢吗？实不相瞒，今日登门除了道谢，
还有一桩更大的生意想托付姑娘。使者但讲无妨。我国还有大量顶级的香料和皮毛囤积，想求您帮我们代销这批货物，分成绝对好商量。使者的美意我心领了，代销香料皮毛的生意我可以接，我有个条件。姑娘尽管吩咐，只要我们楼兰能办到，绝无推辞。生意要做长久，则知己知彼。我想贵使团的10子商队一同前往楼兰，实地考察当地的货源和市集，也好为以后的长期合作规划路线。此事再好不过，我马上修书回国，定然派人全程陪同，全力配合诸位掌柜走访各地。如此甚好，只是还有一件小事，恐怕要麻烦各位。涂会长，但说无妨。我金通商会近期打算派一批掌柜前往楼兰考察货源，为我们长期的合作做准备。好事，这是好事啊！涂会长手下的人才，我们楼兰一定欢迎备至。说来惭愧，我那些掌柜早前不慎弄丢了通关文牒，官府补办手续繁杂，耗费时日，我怕会耽误了咱们的通商行程。不知能否借几位使团随行人员的文书暂用，稍微变通一下。事成之后，我金通商会定有重谢。借文书只是举手之劳，凡长期合作，百利无一害。哈哈，涂会长客气了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我稍后便将文书取来交给你，绝不会耽误你手下人的行程。多谢使者大人，那我就先安排您在偏厅住下，我们再详谈后续合作章程。出来吧。姑娘，你是想用楼兰商队做掩护，将东宫旧部送出城？正是，楼兰使团有正式通关文书，楚王的人再蛮横，也不敢轻易搜查外邦使团。我们把人混在商队里，到了楼兰，楚王的手再长也伸不过去了。这般心思机法，寻常人万万想不到。这只是惯客的基本操作，等把人安全送出去，我们就该着手对付周侍郎，拿调令副本了。放行！殿下，西山是空的，我们中计了。貂离山，给我追！殿下，楼兰使团有通关文牒，我们没有理由拦截啊。姐，刚从仙人那传来的消息，兵部侍郎周侍郎的嫡孙周文宪今天在酒楼跟楚王的妻孟良起了冲突。那周文彦也是个硬骨头，当众顶撞了孟良，还失手打碎了孟良一个玉扳指。孟良当场就发飙了，说让他生不如死。孟良是楚王心腹，素来嚣张跋扈，直砸的必报。周文彦此举太过鲁莽，怕是要遭大难。周侍郎在楚王派系里本就是个边缘人物，全靠谨小慎微才站稳脚跟。他这个嫡孙倒是给他捅了个大篓子。你的意思是用周文彦做筹码，跟周侍郎交换调令副本？不是交换，是帮他。落井下石只会让人记恨，雪中送炭才能让人感恩戴德。周文彦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，满朝文武没人敢沾。可孟良权势滔天，我们如何救周文然？总不能硬闯孟府抢人吧？当然不能硬碰硬。苏先生，你忘了我们手头现成的路子了？鸿胪寺的入藩使一职正好空缺，我去跟楼兰使者说，举荐周文彦担任此职，即刻随使团出使楼兰。入藩使是正经的朝廷命官，任命一旦下来，他孟良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公然劫杀朝廷官员。只要周文彦离了京，天高皇帝远，他孟良便鞭长莫及。而且举荐入藩使本就是兵部的权责之一，我们这是递了个台阶给周侍郎，他是个聪明人，自然知道该怎么下。此计甚妙，既救了周文彦，又卖了周侍郎一个天大的人情，还能顺理成章拿到调令副本。萧环、苏先生，你们等我的好消息。涂会长，信是你派人送的。你说能保我孙儿平安，是真是假？周大人既然来了，便是信我几分。入藩使的举荐文书，昨日已由楼兰使者亲自递交鸿胪寺，只要大人点个头，3命文牒便能抗下来。届时令孙可名正言顺的随使团离京。孟良再霸道，手也伸不到楼兰去。卢会长想的简单了，孟良已派人将我府邸团团围住，文彦他
就算有文书，也出不了府门。出府的事我来安排，保证令孙安然无恙的登上离京的马。至于孟良那边，大人不必担心，楚王势大，可未必能一直势大下去。大人为官多年，难道就没想过给自己留条后路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3年前的东宫谋反案，那份调动东城禁军的兵部调令，大人应该留了副本吧？楚王心狠手辣，等他彻底坐稳江山，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你们这些知道内情的功臣。周大人当真以为凭着谨小慎微就能求得善终吗？殿下尚在人世，只要大人交出调令副本，助殿下洗刷冤屈，拨乱反正，以后殿下复位，周家便是从龙第一功臣，世代荣华。一边是万劫不复的等死，一边是泼天的富贵前程。大人该知道怎么选。调令副本就在里面，老夫一家老小的性命和前程，就都拜托各位了。殿下宽仁，只要大人弃暗投明，过往一概不究。令孙那边我也已安排妥当，明日便可随商队出城。是他，就是他。有了这个，殿下的冤屈就能洗刷了。楚王的阴谋终于要大白于天下了。主教，多谢你。姑娘，我们即刻就可草拟奏章，将此铁证呈上，请陛下降罪楚王。高兴得太早了。证据再齐全又如何？如今楚王权倾朝野，党羽遍布宫中内外，把持着整个朝堂。所有帝王御前的奏折都要先经过中书省，我们根本没有门路把这份东西完好无损地送到陛下的御案之前。姐，不好了，楚王府派人上门了。难道我身份暴露了？别慌，若是身份已经暴露，来的就不是1-2个使者，而是成队的官兵了。小满，来的是什么人？是个叫赵莹的属官，态度还挺客气，带了不少礼物。他说奉楚王之命，特来拜访你，人就在会客厅候着。看来金通商会的名头终于入了楚王的眼了。你们在此等候，我去会会他。想必这位就是金通商会的涂会长，在下赵莹，奉楚王殿下之命前来。不知赵大人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涂会长不必紧张，楚王听闻涂会长经商手段出众，短短10日便将商会做得风生水起。殿下爱才心切，特派我前来招揽，不知涂会长意下如何？楚王不是爱才，是爱财，拒绝立刻会成为楚王的眼中钉，答应则是与虎谋事。民府不过做些小本生意，怎敢劳动楚王殿下挂怀？承蒙殿下赏识，看得起我这商贾妇人，民妇感激不尽。请大人回复殿下，民妇涂娇定当一心一意追随殿下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涂会长果然是聪明人。好，你的心意我一定带到，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。姑娘，这太危险了，与虎谋皮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眼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拒绝他，金通商会立刻会迎来灭顶之灾；答应他，我们反而能借楚王府的名头行事，打探消息，接触更多朝堂人脉。我们正愁没有门路见到陛下，楚王就把梯子递过来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
这是我们接近权力中心、找到破局之法的最好机会。放心，我会小心行事。正好，我也想亲眼看看，这位权倾朝野的楚王到底有多少底盘。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说。北方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几万流民已经涌到京城外了。咱们旗下货柜、商行全被堵死了，南北商路全断了。灾情比预想的更严重。官府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官府只在城外开了个小粥棚，根本是杯水车薪。流民已经开始闹事了。我还听说楚王打算派兵直接驱赶流民，怕他们在京城外生乱，这荒唐。流民皆是我朝百姓，饥寒交迫才不得不背井离乡，不思安抚，反而要武力驱赶，这岂不是逼民造反？传我的令，立刻召集所有商会掌柜，当着时辰后议事。是。另外，派人立刻奔赴南方各丰收账县，不计代价收购所有余粮，日夜不停地往京城运。姐，这运来做什么？现在生意都停了。全部在城外设棚，平价售卖，只收成本价。什么？平价卖粮？我们1文钱都赚不到，还要倒贴运费和人工，这得亏多少钱啊？非常时期，先顾民生，再来账不是这么算的。民心才是最大的财富。今日我们救百姓于危难，他日百姓便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。你做得对，粮运调度之事我熟悉，我来帮你统筹安排，保证粮车粮船衔接不断，万无一失。好，一场硬仗要打了，我们分头行动。下一位，拿着米袋，排好队。涂会长，您不仅平价放粮，还免费帮我们找活兄弟给您行礼了，1文钱都不肯收，这份恩情我们全记在心里。老哥不必如此，荒年求生已是不易，若谋生的门路还要层层盘剥，未免太过刻薄。但凡想踏实过日子的，只管找商会伙计登记，总能混口饭吃。我们一定给您好好干活，绝不辜负您的善心。会长，您看看这账，2米平价售卖，再加上搭棚和人工，咱们已经亏了上万两白银，再这么下去赚的都要赔进去了。账不是这么算的。会长，这怎么就不是这么算了？白花花的银子流水一样出去，可全是真金白银啊！钱掌柜，你记住，如今亏出去的每1两银子换来的都是民心，也是金通商会的名声。这些东西在太平时代花10万两、100万两也买不来，他们比银子值钱的多。姐，好消息！楚王那个心腹赵莹又来了。他说楚王知道了咱们赈灾的事儿，非常赞赏，他已经上报朝廷，要给您请功呢。这么快就来了，楚王，你倒比我想的还要急。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去把赵先生请到会客厅上最好的茶，我倒要看看他这份功劳我要怎么接。涂会长此番赈灾义薄全天，实在让我等佩服。楚王殿下十分赞赏，已经将你的公金悉数上报陛下，不日宫中便会降下嘉奖。全赖楚王殿下抬举，民妇愧不敢当。涂教必当为王府尽心效力，打理好商贸财源。殿下十分看重你，只要你一心一意，来日高官厚禄，唾手可得。多谢赵先生提点。赵先生慢走。赵先生怎么了？可是院中这几颗芭蕉长得入眼。涂会长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赵先生何出此言？民妇听不明白。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一般女子哪有胆量在家中豢养男宠？外界都说涂会长偏爱俊秀男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。正好，楚王府中有几名容貌出众的侍卫，若是涂会长中意，我回头禀明殿下，送2位来府上伺候，如何？这多谢赵先生美意了。只是家中这位最是善妒，脾气又大，若见我收下旁人，怕是要整日与我闹脾气。
只能辜负先生一番好意了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唐突了，告辞，告辞。宫里来人了，要给金通商会的涂会长传圣旨呢。该上，涂会长可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姐，快出去！宫里传圣旨的公公到巷口了。涂交接旨。民妇涂交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民妇涂交开设商会，互通南北。近日大旱，倾尽私财赈灾，安抚流民，功德昭著。特册封涂交为天下第一渊客，赏良田100亩，锦缎1000匹，钦此。涂交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涂姑娘，快请起。你赈灾有功，陛下十分赞许。咱家这一路过来，沿途百姓全在感念姑娘的恩德，实属难得。公公一路劳顿，谬赞了。快请随民妇到会客厅歇歇脚，喝杯热茶。民妇听说楚王殿下神武异常，处事干练，深得陛下信重。公公常年陪伴陛下，想必也常见到楚王殿下吧？那是自然。楚王殿下为国操劳，朝野上下谁不作颂？赵公公，这盒内是当年楚王诬陷前太子谋反的部分物证，还请公公寻个万全的时机，将它亲手呈给陛下。涂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污蔑当朝亲王，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公公心里比我更清楚，楚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李家满门的血海深仇，公公难道真的不想报了？你调查我？我并无恶意。我知道公公隐姓埋名，忍辱负重多年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手刃仇人。如今机会就在眼前，楚王构陷太子，结党营私，甚至毒害陛下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。只要陛下看到这些证据，楚王倒台之日，便是公公大仇得报之时。这里是10万两银票，是民妇的一点心意。事成之后，殿下必有重谢。姐，方才巷口一个面生的小内监偷偷塞给我的，说是赵公公托人送来的，让您立刻看，万不能让别人瞧见。赵公公在信中说，父皇早已开始暗中彻查，并且已经查明楚王不仅构陷我谋反，甚至还一直暗中在父皇的汤药里下毒。那密诏呢？父皇亲笔写下密诏，命我于明日万寿节入宫，当众与楚王对峙。立刻通知所有县人，全力打探宫中近况。陛下近日频频召见心腹老臣，暗中布局。这封密诏不假，看来陛下他早已心如明镜，只等收网了。明日万寿节是楚王的死期，我同你一道前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去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别担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赵公公会在宫中接应，不会让你孤身犯险。涂会长，大事不好！楚王得到封赏，怀疑太子尚在人世，正面埋伏了大批精锐。殿下一旦现身，便会被当作刺客，格杀勿断。
巡逻侍卫也被楚王收买了，我们的人困在内天，根本无法出来接应。正门重兵，侧门也不会留下空隙，他是铁了心要堵死我入宫的路。不，路还没有堵塞，我们混进楼兰使团，就能光明正大的走进宫门。涂会长，真是巧遇，您今日怎会在此？使者大人，长话短说，我与这位友人有万分紧急之事，需即刻入宫面圣，还望借2套随行仆从的衣物，让我们混在贵使团中，一同入宫。涂会长，今日是陛下万寿大典，乃是国宴，规矩森严。我们若私带妄人入宫，一旦被发现，可是欺君的大罪。事成之后，金通商会与楼兰通商的利润，我再让出50%给贵国。以后，楼兰所有货物都可借用金通商会遍布天下的渠道发售，金通商会分文不取，所有利润全部归楼兰国所有。涂会长与我楼兰有大恩，这点小事理所应当。你们速速换上仆从衣物，混在队伍末尾，少言多行，万万莫露出破绽。楼兰使团入宫贺寿，人员核对。你抬起头来。君爷，我们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您多担待。行了，赶紧过去，别磨蹭。儿臣恭祝父皇万寿无疆，福泽绵长，千秋万代，永掌江山。好，好。这份祝寿之言，实在虚伪至极。那是谁？一介布衣也敢闯万寿大典？你是何人？胆敢在大殿之上大放厥词，扰乱盛宴，可知这是死罪。我是谁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楚王殿下以构陷前太子谋反，火烧东宫，屠戮忠良。你又暗中给陛下下毒，日夜侵蚀龙体，觊觎皇位。有你这等不孝不悌、狼子野心的儿子，陛下如何能千秋万代？一派胡言！疯子胆敢妖言惑众！来人，拖下去，杖毙当场！慢着！你说楚王构陷太子谋害于朕，可有证据？若空口无凭，便是欺君之罪。回陛下，证据民女自然有。楚王殿下，这第一份证据，便是你当年亲手伪造，又以为早已销毁兵部调令，是周侍郎的印记。这调令存档的格式错不了，上面写的竟是调东城禁军入宫护驾，防备楚王谋逆，这和当年上报的卷宗完全相反。伪造的，这定然是你伪造的！原本调令早已在当年事后归档封存，岂能流落到你一个区区民女手中？原版调令恐怕早被楚王殿下连同东宫那场大火一并烧成灰了吧？陛下明鉴，当年东宫禁军收到的正是这份护驾调令，是楚王颠倒黑白，反咬太子举兵谋逆，才酿成东宫惨案，让太子殿下蒙冤惨死。不止于此，楚王构陷太子之后仍不满足，他听闻太医说陛下龙体康健，至少还有30年寿元，他便暗中收买工人，将鬼参之毒日复一日斩入陛下茶饭。这些卷宗之内是孟良收买宫中内侍的供词画押，还有孟家府医配制毒药的方子与记录。毒药主要鬼参，乃孟良老家丰县独有的药草，除孟家之外，整个京城无人能拿出此大的分量。
污蔑，全是污蔑！父皇，您不要信他，这些都是他伪造的。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是谁指使你用这些伪证陷害本王？陷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岂是伪证二字就能推脱的？何况我这里还有第3份证据。楚王多年来借巡查州县之名，在封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。他在城郊私设粮仓，所囤粮草足够一支上万人的军队食用3年。他更在京郊西山秘密训练私兵，打造兵甲，人数早已逾千。账中详细记录每一笔粮草采购与入库，以及每件兵器的打造与发放。时间、地点、经授人、印账，无一不全。楚王殿下，你还要说这也是伪造的吗？陛下，老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账册数目详实，印鉴俱全，绝非伪造。楚王府私囤粮草，私养甲兵，这是谋逆铁证。逆子，朕待你不薄，封你为王，赐你封地，你竟敢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！没错，这些事全都是我做的，那又如何？要怪就怪父皇当年识人不清，放着我这个文韬武学的长子不立，偏偏立萧恒那个只知仁义的废物做太子。我费尽心机伪造罪证除掉他，为的就是这个位子。可谁能想到，太医竟说你还能活30年，儿臣等不了那么久，全怪你活得太久，挡了我的路。你这个逆子！就算我罪证滔天，又能怎样？萧恒已经死了，父皇膝下只剩我一个皇子，这皇位除了我，还能传给谁？等我登基，定要将你拖到闹市五马分尸，以泄心头之恨。殿下不会真以为陛下后继无人，只能传位于你吧？妖言惑众，你以为凭几句疯话就能构陷本王？是真是假，王爷会不亲自看一看？萧恒，你明明早已葬身火海，你不可能还活着啊！参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安好，实乃国之幸事。焕儿，真的是你！儿臣不孝，让父皇忧心了。楚王构陷儿臣，火烧东宫，屠戮臣属，桩桩件件，罄竹难书。儿臣侥幸逃生，便是为了今日还朝堂一个清明。不可能，你是假的，是涂教找人假扮的。皇兄何必自欺欺人？来人，护驾，都给本王进来！这大殿内外全是我的人，萧环、涂娇，还有你这些老东西，今日谁也别想活着出去，我便在此地逼宫篡位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本王动手！先杀萧焕，再杀这个妖妇！没听见吗？动手！违抗本王就是死路一条！陛下，臣等奉陛下密诏，在此护驾评判，楚王谋逆，臣等绝不助纣为魔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以为买通宫门护卫就能掌控全局吗？你买通的只是外围守卫，大殿禁军只听陛下一人的号令。不可能，我机关算尽，怎么会？来人，将逆贼楚王拿下，打入天牢，等候3、4会审。我记住你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
涂娇，你筹谋布局，助朕勘破楚王阴谋，保全太子，居功至伟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民妇不敢居功，拨乱反正，乃朝野之幸。民妇所为，皆为本心。环儿，是朕糊涂，轻信谗言，让你受了诸多苦楚。父皇也是受奸人蒙蔽，儿臣从未怪过父皇。今日起，由你主持三司会旨，彻查楚王谋逆重罪。朕身体不适，朝中大小事务暂由你代为监国。儿臣等遵旨。殿下，涂郡主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眉头都快拧成疙瘩了，是不是累坏了？不累，只要想到这一切都有你在，便不觉得累。娇娇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若没有你，我早已成了山野枯骨，更遑论今日沉冤得雪。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说这些就见外了。再说，我买下你的时候可是花了大价钱的，总不能让我的投资打了水漂。涂娇，你来了，进前来。皇儿能有今日，全靠你。你虽为女子，却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更有心怀天下的人心。朕要谢谢你。陛下言重，民妇不敢。环儿有你辅佐，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大靖的福气。朕这身子自己清楚，撑不了多久了。与其耗着拖累朝局，不如早日把这江山交到你们手上。朕意已决，3天后便举行禅位大典，由太子继位。父皇，儿臣不敢。父皇春秋正盛，理应敬仰龙体，儿臣愿替父皇分忧，绝无他想。傻孩子，这江山迟早是你的，这样也好早点施展你的抱负。朕相信你会是个比朕更好的皇帝。儿臣遵旨。萧环，恭喜你。这不值得恭喜。若没有你，这龙椅于我而言，只是一个冰冷的囚笼。这江山，我想和你一起做。娇娇，等我登基，便立你为后。上承天命，下顺人心。太子萧痕人品贵重，可堪大任。即日起登基为帝，改元景和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安国郡主涂娇智计过人，功在社稷，加封10亿千户，奖金1000两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娇娇，委屈你了。何来委屈？安国郡主10亿千户，对我已是泼天富贵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封赏。如今我刚登基，朝局未稳，立后关护国本。等我稳住朝堂，便风风光光娶你，让你做天下最尊贵的皇后。我明白，现在提立后只会给你平添麻烦。皇后之位我要，但我要拿得堂堂正正，让所有人心服口服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陛下，登基已有1月，中宫空悬，恐伤国本。臣请早日遴选名门贵女，册立皇后。安国郡主涂娇于朕危难之际倾力相助，于社稷倾颓之时拨乱反正，其智计仁德胆识世间罕有。朕意立涂娇为后。陛下万万不可，请陛下三思。涂郡主虽有大功，却出身寒微，若立她为后，宗室不服，百官难安。立后关乎国体，岂能只凭个人私情决断？涂中主功劳再大，封为贵妃已是天恩，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陛下三思。够了！朕落难之时，你们这些宗室百官身在何处？朕被构汉追杀，命悬一线时，又是谁在为朕奔走？是涂娇，正是你们口中出身寒微的市井女子，倾尽家财，数次犯险，舍命保朕周全。若无朕早已埋骨山野，何来今日登基？你们有何颜面对朕的救命恩人评头论足？听清楚，朕的后位，唯独非涂妹不可。此事不必在意。退朝。退朝。一群食古不化的老顽固，开口闭口都是门第。他们怕是忘了当初如何在楚王面前委曲求全。
谁又惹我们陛下生气了？这些奏折可都是钱，摔坏了不心疼？还不是为了立后？他们竟敢嫌弃你的出身，若没有你，他们哪有今日的安稳？他们说的也没错，我的确出身市井。那又如何？朕是皇帝，立谁为后，朕说了算，大不了罢免几个带头的。不，你刚刚登基，根基未稳，此时罢黜老臣，只会落下为美色误国的名声。强权压服的人心，不是真心。交给我。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？给我5天时间，这几日你先压下立后旨意，别再和朝臣硬碰硬。5天之后，看我为你唱一出好戏。好，朕信你。事情你们都知道了，现在我要你们立刻去办几件事。第一，立刻传信各地分会，通知受过赈济的流民、靠商路安家的百姓，还有与我们合作过的商户，告诉他们，安国郡主如今被人以出身低贱为由阻挠封后。谢谢。我要他们进京为我讨个公道，5日之内至少3000人齐聚宫门，食宿路费由商会承担。第二，派人去城中茶楼酒肆放出消息，就说礼部尚书反对立我，是想让自己的女儿入主中宫。属下立刻去办。涂郡主有功于国，有恩于民，恳请陛下立涂郡主为后。恳请陛下立涂郡主为后。宫门外为何如此喧哗？听着像是在为安国郡主请愿。陛下，宫门外聚集数千人，皆持万民者，请立安国郡主为后。尚书大人，听见了吗？陛下，百姓无知，定是有人在背后煽动，谣言惑众。煽动数千人的身家性命，万民的感恩，岂是几句话便能煽动？朕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。就是礼部尚书，听说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入宫，才处处为难涂郡主。涂郡主救过我们的命，他凭什么污蔑郡主？让一让，保护大人，先退出去。礼部尚书昨日告病，闭门谢客。太傅那几个老臣这几日也不敢再提立后。娇娇，你这招民心为兵，比朕的刀更管用。堵得住他们的嘴，堵不住他们的心。他们不是真服，只是暂时不敢开口。小满查到那几位老臣仍在私下议论，说百姓是我花钱雇来的，还说我妖媚惑主。就嘴，朕现在便下去申斥他们。何必再跟他们置气？靠王权堵住的嘴，永远不会真正服气。那你还有什么主意？再过3日，便是你的千秋寿宴，百官、宗室和万国使臣都会到场，正是让他们亲眼看清我是否配得上后位的最好机会。机会？我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，再也说不出半个不字。好，但寿宴人多眼杂，明着不敢反对，不代表没人会来暗的。朕已命禁军统领加派人手。宫内外的动静，我会让情报网全部盯紧。主上，紧急密信。千秋宴有刺客，继续查清刺客人数、入宫路径和接应者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终于还是来了，也好，正好借这场刺杀，让他们看看我是否配得上后位。启动天罗地网，彻查近半月所有入京生面孔，有异动立即上报。寿宴名单也必须拿到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主上，查到了，楚王残党凑集万金，请了江湖刺客影，准备在千秋宴行刺陛下。影，此人成名20年，善于易容，还会使用奇毒天机，无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但他有一个无法遮掩的特征。说下去。他的右手小指天生弯曲，江湖人称鹰钩指。鹰钩指，他想在寿宴动手，就必须乔装成能靠近陛下的人，最可能的身份是内殿内侍或殿前侍卫。寿宴当日，所有内殿内侍和殿前侍卫提前2个时辰集结，以检查仪容为名，核镇急策、腰牌和当日调令。是。这么晚还没睡？鱼儿上钩了，而且是条大鱼。楚王余党还敢行刺，朕立刻调禁军，全城搜捕。不可，现在动手只会打草惊蛇。你的意思是？将计就计，寿宴照常举行，让他以为我们毫无防备，自己走进网中，当着百官与使臣的面拿下刺客，既能震慑余党，也能让那些老臣看看，后位不是只靠门第便能坐稳。好，就依你。朕的寿宴与江山都交给你手。
恭祝陛下千秋安康。臣恭贺陛下千秋，只是臣有一事想问，不知涂郡主可懂国宴礼仪？郡主出身乡野，如今身居高位，在国宴上若失了礼数，未免贻笑大方。吃饭的规矩我自然懂，不像尚书大人偏爱马粪入菜，如此独特的品味，我可学不来。血口喷人！尚书大人整日把规矩礼仪挂在嘴边，却不知为官者守在为民，次在忠君，百姓疾苦不放在心上，家国大义不放在眼里，只盯着门第出身，这便是尚书大人的规矩。尚书大人若无别的指教，便请入席吧。你。就是现在，拿下此人，他是刺客。受死！陛下，平底暗记与卷宗一致，正是刺客营所用的天机毒。啊！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我的易容不可能被看穿。鹰钩指、天机毒，这不正是天下第一刺客影的标志吗？你动身入京那日起，特征和接应之人便已进入我的情报网。易容能换脸，却换不了你的手。压下去，严加看守。方才可有受惊？谢谢你，娇娇，又救了朕一次。心通商会为何将这些抬入大殿？开箱。陛下新登基，百废待兴，赈灾安民，整军修和，处处都需要银两，共计白银80万两。今日尽数捐入国库，助陛下推行新政。陛下，臣女出身市井，不懂太多朝堂规矩，却知道家国一体。国若不安，个人富贵也无处安放。这些银子取之于民，如今用之于国，也算物尽其用。陛下，涂郡主有勇有谋，更有此等心怀家国的仁德之心，实乃我大靖皇后之不二人选。臣等此前愚昧，只看门第，不识贤德，恳请陛下恕罪。老臣此前言语失当，只重出身，不识贤德，老臣有罪，恳请陛下立安国郡主为后。臣等附议，恳请陛下顺应民心，立安国郡主为后。恳请陛下顺应民心，立安国郡主为后。众卿平身，召签宣旨。奴才遵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安国郡主涂娇，皇惠心仁术，拨乱反正清有功，克贤于礼，德可母天下心。册封涂娇为大靖皇后，正位中宫。特许保留天下第一枪客之号，面君不贵，与朕双胜临朝，共决天下要务。钦此。臣妾涂娇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平身。娇娇，委屈你，本该风风光光娶你，却让你独自面对那斗妃。有什么委屈？靠别人施舍的尊重，远不如自己一步一步迎来的踏实。今日我很开心。从今日起，你是我郑望逍遥此生唯一的妻，以后这江山我们一起守。众位爱卿，今日本宫有一事要议。我大靖南北商路各自为整，关卡林立，商税繁重，货流如通不畅，物价自然不稳。长此以往，于国于民皆是弊端。本宫提议设立通商署，专职整合全国商路，统一商税，撤除私卡，修建官道驿站，
开通西域与海陆商贸。启禀陛下娘娘，臣有引狼入室，与外邦通商商贾终究是末流，如此大动干戈，恐有失国体。国体，尚书大人可知何为国体？百姓富足，人人有衣穿有饭吃，国库充盈，可兴修水利，可强军卫国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体。通商可盘活民生，增加国库收入，无需再向农化加税，还能引进良种与技艺，此乃一举三得、利国利民之策，何乐而不为？臣暂无异议。皇后所言便是朕意，通商属由皇后全权统筹，户部、工部全力配合，不得有误。臣等遵旨。通商署的半年税报，朕已经看过。不过半年，商税便增加1倍，农户又未加负担，天下第一说客果然名不虚传。那是自然。谢客的本事就是把天下所有能用的资源全都盘活。南北商路只是第一步，这天下才刚刚开始。跟你一起走下去。